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郑。在之前做的第一期 SCP 视频当中呢，我已经讲了几个比较恐怖的 SCP 项目。通过进一步了解 SCP 基金会，这期我想讲另外两个我个人觉得比较特殊的收容物。为什么特殊呢？因为它们很恐怖，但是不是在表面。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各位 SCP 大佬手下留情，欢迎批评指正。另外，看片前一定别忘记点赞、收藏和分享哦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片最大的动力。SCP-1048 属于 Keter 级别，目前行踪不明，仍然被认为在 Site-24的某处，它必须被捕获并收容。但是，一旦看到 SCP-1048 的任何创造物，必须立即摧毁。它是一个小型泰迪熊，高约33厘米。通过测试，发现它和普通的泰迪熊相比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1048可以自己移动，并且通过一些手势进行交流。虽然它能够用简单的手势来表达是或者不是，不知道是它不想回答还是不会回答，所以与它直接交流还没有成功过。SCP-1048 经常会用它短小的手臂抱别人小腿来表示友爱。它也曾被观察到会跳舞、原地跳跃，甚至向看守人员展现过自己创作的儿童画。在捕获后的7个月内，基金会观察到 SCP-1048 一些反常的行为。它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制造出自己的复制品，但是制造过程中还没被观察到过，无从而知。博士认为 SCP-1048 通过可爱的特征来给人营造出虚假的安全感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并借此搜集材料来制造它的创造物。目前 SCP-1048 已知的创造物有3个，被命名为 SCP-1048A、B、C。这些创造物有和 SCP-1048 形成鲜明的反差，它们都对人类表现出极端的暴力。其中一次事件是 SCP-1048 和它的复制品 A 在 Site-24里散步，它们的尺寸和形状都是非常相似的，但是复制品泰迪熊的耳朵是由人类耳朵制成的。目击者称 SCP-1048 似乎正指引复制品 A 在 Site-24内移动，当安全部队抵达后，试图收容复制品 A， 但它发出高分贝的尖锐叫声，使得在10米范围内所有人的眼睛、耳朵都受到剧烈的疼痛。复制品 A 身边5米的范围内的人身上都会长出耳状物，在20秒内覆盖他们整个身体，并且在3分钟内全部死亡，最后导致了多名人员的伤亡，其中包括整个安全部队。在对受害者的尸体解剖后发现，他们都死于耳状物在食道和呼吸道中生长所导致的窒息。SCP-1048 和复制品 A 在博士到达前就逃离了现场，后来在不同场合也曾多次目击到他们，但没能对他们进行收容。后来一名研究人员发现少了只耳朵，根据他自述，耳朵是在他睡着的时候通过未知的方向被移走的，这之后便没有再发现缺耳朵的受害者了。因此不清楚 SCP-1048 是否能从其他渠道获得人类耳朵，或者是他有能力来复制这些材料来制造出自己的复制品。另外一个收容物是 SCP-035， 也是 Keter 级别，它是一个白瓷面具，通常是喜剧面孔，但在某些时候它会转换为悲剧脸，看着很普通，但是它是靠操控人类的心理来致死的，是杀人不见血的高手。SCP-035 的眼部与口部会不断渗透出一种粘性液体，具有高强腐蚀性。除了面具本身外，任何与它接触的物体都将在一段时间内慢慢腐化，直至物体全部腐化为该腐蚀物相同的液体。但是这种液体与玻璃材质的腐化反应最慢，因此 SCP-035 被收容在密闭玻璃容器中，凡是与该液体接触的生物体都将被腐化而告终，无一例外，更没有恢复的可能。最可怕的是，当距离 SCP-035 2米内，一旦有视觉接触，测试者就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把面具戴上。当戴上面具后， SCP-035 将生成一种与宿主的原有脑电波模式相重叠的脑电波，有效地扼杀住宿主的脑电波，并导致其脑死亡。在这之后，测试者会自称自己已经拥有了 SCP-035 的意识，被附身了的测试者躯体会高速腐烂，最终成为木乃伊。在 SCP-035 与研究人员的对话中，他表现出具有高度智能与号召力的人格，在给他安排的所有智能与资质检测中，正确率都高达99%，拥有照相式记忆功能。然而，心理分析师发现 SCP-035 具有强烈的操纵倾向，能迫使采访者的心理状态发生急速变化，而且它还有虐待狂倾向，靠言语诱导就能诱使人们自杀，或者将他们转化为没有思想的傀儡。SCP-035 还声称自己很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，要是有足够的时间，它可以改变任何人的思想，难怪它是 Keter 级的，它完全可以改变看守人员的想法，逃避收容。以上讲的2个 SCP 项目，一个是表面人畜无害的泰迪熊，但能制造出致命的暴力熊；另外一个则是虽然看着是普通的面具，但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人的思想，成为他的傀儡，对人类都有巨大的伤害。这2个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恐怖，但是当你与它接触的时候，你很有可能已经注定了死亡，算是恐怖 SCP 项目里比较有意思的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关于 SCP 咱们就告一段落了。之后如果有小伙伴又想看，可以私信我，我会阶段性的做2期给大家解闷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。